你要么跟着你堂姐去广东进厂，要么把亲定了。这2天没人会上门，镇上陈家愿意给彩礼，你先把亲定下来。你已经给我说亲了。我是你爹，不会害你的。你是拿我换钱，我不嫁。这事儿由不得你。婉和，让他跑，跑累了就知道认命了。他还举钳子呢。我妈说他咬秧苗，还在田壁上打洞，是害虫。住手！婉和姐，这就是害虫，不踩它，它毁田。哟，林丫头，不在家准备相亲，跑这儿管螃蟹死活来了。桂花婶，你也知道了。哎，村里哪有藏得住的事儿？陈家彩礼后，你爹也是为你好。拿我换钱，也叫为我好。姑娘家心别太高，考不上大学，嫁个条件好的也算出路。林婉和，书没考上，改给害虫申冤了。这破蟹田里到处都是，你要抓回去当嫁妆啊？德贵，嘴别太损。我在县城集上见过，海里的螃蟹能卖钱。海里的那叫海货，你这田沟里的算啥？都是螃蟹，海里的能上秤卖，田里的为什么只能被踩死？你不会真要带回去吧？没人要，不代表没用。满仓兄弟，陈家上回给的800定亲钱你也收了，今天咱们就把日子定下来，等正式过礼，陈家再给8000彩礼。陈家确实厚道，钱我们陈家不心疼，关键是过礼的日子都看好了，就等婉和点拨。姑娘家抓这些脏东西，像什么样？嫁进我家以后，可不能再这样抛头露面。我说要嫁了吗？婉和，什么日子？什么过礼？婉和啊，你爹没给说，陈家上回已经给了800定亲钱。你收钱了？不是彩礼，是定亲钱。退回去！退！砖厂定金交了，农资店的账还了，小宝下学期学费也垫了，你让我拿什么退？你收的时候问过我吗？婉和，800块我陈家不缺，可全村都知道你爹收了钱，现在你说不嫁，这不好吧？你一个考不上大学的姑娘，还挑上落榜不是卖身契。够了！你要我嫁，是因为你还不上这800。你还得上？我还。靠这几只田沟害虫？对。婉和，别胡闹！行，中秋过礼前你拿出800，我陈家退亲；拿不出，你就老实进门。好，话别说太满，到时候哭也没用。儿子，我们走。万和，你真要拿他试？我得先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变成钱。姐，这东西真能吃？海蟹能吃，甜蟹也许也能。好腥！哟，真下锅啦！没肉，这东西不能吃的。清蒸不行，我再炒。姐，辣是辣，就是全是壳。香一点，可吃不到东西。那炸，油贵，就试一次。够了，你还不死心？不是不能卖，是它现在不能卖。海蟹贵，是因为大、肥、干净；甜蟹现在不值钱，是因为没人养。你还给他找理由？你一个姑娘，还真跟螃蟹较劲儿。它在田里没人要，要是能养肥，
些许就有人尝试。中秋前挣不出800，就定亲。钱是你收的，要嫁你自己嫁。姑娘，买不起别摸，出问题算你的。说海蟹为什么这么贵？那当然，海里的东西干净又肥，有钱人都吃海货。田里的螃蟹要是养大养肥，能卖吗？田里的一股泥腥，鸭子都嫌扎嘴。唐老板来了，今天酒楼又办席2桌客人点海蟹，老周，给我挑活的，死一只我可不认账。周老板，麻利点，后厨还等着呢。唐老板，你酒楼收甜蟹吗？甜蟹，他说的是田沟里8只腿的害虫。那东西肉少不说，还麻烦，除非有蟹膏才有些生意。要是把它养肥呢？小姑娘，养出来和能卖那是2回事。那要养成什么样，酒楼才会收？活的、干净的、有蟹膏的，客人敢吃的。你能做到哪一样？我记下来。真养出能看的甜蟹，来县城南街唐记酒楼找我。好，谢谢唐老板。姐，你不吃它们了？先养活。哟，还给螃蟹写功课。婉和姐，他们会不会跑？我绑紧了。太挤不行，要有水草躲。这害虫还挺讲究。小时候听你外婆说过，秋后沟里的母蟹有黄，刚插秧那阵儿都瘦，没啥吃的。秋后才肥。你又想干啥？村外那块低洼田，水多，草多。你不会看上那块烂田了吧？种稻嫌它水多，养蟹不一定嫌。你这是一个坑没爬出来，又往泥坑里掉。这田3年没人要，谁种谁赔。林婉和，看上这泥坑了？承包多少钱？都乡里乡亲的，1年120，押金50。我找村长写条子。娘，这是外婆留给你的，拿去当了。不行，娘当年嫁人，没人问我愿不愿意。娘不想你也这样。娘，我会还你。吴秀莲，你拿镯子给他胡闹，要是赔了呢？赔了我认。你认得起吗？陈家的800谁还？亲是你定的，钱是你收的，你在这里嚷嚷什么？明天就拿去换钱。姑娘，那块低洼田，种稻都赔，养蟹更没听过。赔了我自己担，先交钱。写清楚。写什么？地块位置、年限、承包费、押金。承包期内，这块田由我使用，别人不能随便挖现田放水，毁敌。你倒懂得不少。行。你高考要有这股劲儿，也不至于落榜。你要是有这股劲儿，也不至于天天替别人看水去。桂花丝，你笑啥？嗓子痒。赔了可别找村里哭。他真干呀！姑娘家扛锄头，不怕以后嫁不出去。他现在怕的是嫁出去。林老板开工了，这田埂漏水，雨一大，蟹全跑，到时候你就抱着泥巴哭吧。所以我才要修田埂。竹篱要钱，木桩要钱，蟹苗也要钱。你娘的银镯够你赔几天？你说完了吗？说完别挡路。
歇会儿。今天不为好，明天下雨就白干。爹，别误会，我是看你水口挖反了，没说帮你。我就知道你看不下去。钩要往低处接，连这个都不懂，还养蟹。满仓不是不管吗？他嘴比螃蟹壳还硬。娘，别下水！你一个人顶不住。爹，东边田埂要漏了，我看见了，先堵排水口。别看我，我不是帮你，我是怕蟹跑到我家菜地。谢谢桂花婶儿。少废话，接麻袋。上游闸门开了。谁开的？刘德贵，你动闸门了。雨大，水自己来的，别赖我。他刚才就在闸门边。你看见了？你不要命了，把缺口堵住。姐没跑。终于救下来了。别误会，我是怕你娘哭。你烧成这样还去？看一眼就回来。昨晚你私自堵水口，影响村里排水，村里要个说法。明明是你打开了上游闸门。哼，证据呢？我看见你在闸门边。你少乱说，水渠是村里的，你靠村里的水养蟹，得交水渠使用费。多少？先交20。20？你抢钱啊！水不是白用的。谁定的？村里定的。规定文件呢？哼，村里规矩还用写？反正没钱就停水。你敢停，我就去镇上问。去啊！我看谁管你。德贵，话别说这么难听。他不是能耐吗？能耐就自己找水。先进去。不，今天去镇上。你感冒这么严重？我没事，田要是没水，前面全白干。去问就问明白，别让人几句话哄回来。爹，我是怕你白花我家的米。同志，村里公共水渠还要收使用费。哪个村？莲塘村。我承包低洼田养蟹，村里说不交20就停水。公共排灌渠不能个人随意收费，村集体收费必须得开会，还得公开账目。能复印一份规定吗？复印费5毛。钱带来了。镇上复印的。这是啥？公共排灌渠不能随意收费，村集体收费必须要有会议记录。你有吗？你拿镇上的纸压村里。德贵，要真收钱也得大家开会吧，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。就是，水渠又不是你德贵家的。这事先放一放。那我的水能不能用？正常用水，没人拦你。以后谁动闸门，提前说，差点冲毁我的田。这丫头现在真不好糊弄啊。婉和姐，这只好大哟！这害虫住了新房，还真长胖了。婶儿，现在叫田蟹。行，田蟹大爷。别高兴太早，再养几天。要不先试一只？就一只。姐，这回不会又是空壳吧？掰开才知道。又黄了。怎么样？没那么腥。肉是甜的。娘，你再说一遍。肉是甜的。婉和姐，能卖了吗？还不够，数量太少，个头也不齐，还得再养一段时间。婉和，你现在比饭馆掌柜还讲究。还真让他养出东西了。个头还是小了点儿，这是第一批，胜在干净，肉质自带甜味。这生意话你自己说可不算，那就先试一试。老板，这东西上桌，客人会买账吗？先不写菜单，我做一锅，免费吃。如果客人不点，我直接带走。
你会做？清蒸吃甜味，香辣鸭土味。哼，小姑娘还教我做菜？不是教，是求一个机会。给他一口锅。唐老板，今天蒸什么？挺香。是菜，不卖。不卖我更想尝。这不是田里的小螃蟹吗？今日试菜，先尝不收钱。行，给我一个试试。肉挺甜的，确实没有泥腥味儿。这些是特意出货前吐过泥的，就在纯净的水草里养出来的。老板，这蟹还有吗？今天就这一桶。给我们桌一盘，再上一壶酒。我也要。明天送20斤过来，活的、干净的，大小别差太多。好。婉和，昨天的蟹卖没卖出去？姐，这么多！县里真有人要这个？有，唐老板明天就要20斤。县城人真吃这玩意儿？吃，只要干净。婉和姐，那我们是不是能挣工钱啦？能。今晚大家先把蟹挑出来，按大小分类，大的送酒楼，小的继续养。今天挣了多少？除去路费，剩20块。你家闺女这一天挣了我家半个月卖鸡蛋的钱。哼，她只是运气好。明天不是运气，是订单。婉和，我家后沟也有蟹，明天我抓来给你。沟里的大小不齐，泥腥重，送去酒楼人家也不会要的。放你田里养几天不就行了吗？我的田已经饱和了，再密了会死，前头养的也保不住。那你这是想自己吃独食？明天这20斤要是坏了，唐老板以后连我都不收，更别说你们的。这话像实话。桂花婶儿，帮我个忙，这2天帮我看着点，别让人去田里偷抓。我凭啥帮你？明天送成了，我给你2斤活的边角蟹。行，婶子今晚替你看田，谁敢伸手，我骂到他祖坟冒烟。20斤凑齐了，再过一遍，宁可少1斤，也不能掺进去坏的、空的。挺鲜活，个头也还行。今天中午5座桌客人先做10斤，卖得动，明天再要。明天我能送，但量得提前定。你还敢跟我挑？不是挑，是怕送不上量，坏了你的招牌。行，下午记得过来结今天的账。这不是田里那种小螃蟹吗？唐老板家的东西能差到哪儿去？尝尝。肉虽少点但确实甜，关键是没有泥腥味儿。拿酒来。唐老板，前头又点2盘，客人还在催。明天30斤，行不行？不行就说不行。明天最多25斤。好，25就25。姐，唐老板那边不是已经定下了吗？我们还跑别家干啥？鸡蛋不能全放在一个篮子里，要是哪天他不要了，咱们田里的蟹全得砸在手里。田里捞的，这玩意儿客人能点吗？唐记酒楼那边客人都夸味道不错。唐素琴敢试你的菜，不代表我也敢乱来。您可以先做一盘试菜，卖得出去咱们再谈钱，要是卖不出去，今天这些我直接带走。去，后厨试一盘。确实没泥腥，这东西配酒绝了。明天先送10斤，卖不带我可全退。没问题。今天不要，后天带活的来，我看看品质再说。好，后天我一定带货来。姐，现在一共订出去多少斤了？唐记25斤，刘掌柜那儿10斤，第3家还要再看货。咱田里现有的够吗？这2天撑得住，长久肯定不够。那咋办？只靠我这一个人的田，终究撑不起几家酒楼的胃口。35斤，婉和，你真成了！既然这么好卖，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去抓了卖给你？野蟹不行，酒楼要的是干净、个头大的养殖蟹。你田里不是本来就有吗？这30多斤的缺口还凑不出来？凑得出来，但不能这么干。啥意思啊？大的能卖，太瘦的要再养。现在把田里的全捞光，后天就没货补给酒楼了。你的意思是锅不能一次刮到底？对，酒楼天天都要货。
我要的是细水长流，不是今天热闹一回。那以后咋办？谁家自愿一起养的，我可以把这套法子交给谁。那得多久才能见钱？30几斤蟹还没卖完，就开始教全村怎么养。不是全村，是愿意试的人。李万和，你别忘了，你们养蟹用的那些水，可不是你自家的。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你靠村里的水养蟹，如今接了酒楼订单发了财，总不能1分钱不交吧？要多少？不多，就200块。我承包田的时候已经交过费了。正常的排官水是村里的公共资源，不是你私人的买卖。你现在翅膀硬了，连村里的规矩都不认了。我认规矩，但不认你的一张嘴。行，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水，你那些蟹拿什么土泥？怎么给酒楼供货？你要断我们的水？这水渠我管，怎么放水，我说了算。小宝，去把我的承包条拿出来。既然他要讲水渠，那我就跟他把这里面的规矩讲得清清楚楚。哼，你去镇上告啊，看谁理你。我会去，不仅我会去，还会带上人证一起去。你说村里又有人找你要水费了？是，这次开口就要200块，不交就威胁要断水。这张纸是上次你给我复印的，明明上面写着公共水渠个人不能随意收费。林婉，等一等，失陪一下。婉和，是我们村里的问题，德贵那是胡乱说的。这钱的事儿先不收了，以后正常用水，谁也不准乱动闸门。就闭嘴！这张纸我会一直留着，以后谁再想拿水渠吓唬人，我还拿出来。你就是林婉和？你是谁？镇农机站的，我叫周景行。唐老板担心你后续供货供不上，让我来看看。唐老板让你来的？他说长期供酒楼，光靠你这一块试养田不够，得做分批养殖。我正想找2、3家低洼田先试试。可以，第一批带的养护少点，但标准必须统一。哟，林婉和啊，现在还请上镇里的人撑腰了，靠村里的水挣钱，水渠费却1分不交。你是村里管水的？我帮村里看水渠，公共排灌渠，个人擅自收费，可不能这么干。我这是替村里想，替村里想，就别乱动闸，稻田蟹死一批，酒楼那边就不收了。听见了吗？你动的不是水，是我们的货。农机站同志说的对，水渠费的事儿先不提，以后闸门谁也不许乱断。知道了。你要是准备带别人养，我可以帮你画个记录表。你为什么帮我？不是帮你一个人，要是真能做出来，镇上也愿意看见这成效。那你先写清楚点，我识字。行。他要是真把全村低洼田都拢起来，以后这水渠就更没人听我的了。25斤，1斤不少，全是活蹦乱跳的。送得到准时，明天还要25斤，中秋前可能需求更多。但我现在最多只能供25斤。行。明天再来15斤。可以。姐，照咱们这个卖法，陈家那800块钱的缺口是不是凑够了吧？还差一些吗？
中秋快到了，当初讲好的800定亲钱，今天能不能退？再宽几天。当初说好的，退不出钱，婉和就得嫁入我们陈家门。先退520。800块的账，你拿520来摆什么气势？剩下280，10天内还清。钱不是最要紧的，你现在退亲，就是打我陈家的脸面。一个姑娘靠抓了几只螃蟹挣了点小钱，就真当自己能上天了？10天后钱不齐，我亲自来接人。建民，有话好好说。满仓叔，当初那钱可是你亲自收的，白纸黑字。10天后钱不齐，我也不会嫁。你要是敢动手，我就去镇上告你强娶。嘴硬。个头虽然不大，但确实干净。这批是试养的，后面会更齐整。唐记酒楼和刘掌柜都拿货了？唐记要25斤，刘掌柜要15斤。你要是试水，我最多匀给你8斤。别人都是求着我收货，你倒好，献起我斤数来了。我一次供不上太多，但我能保证长期有货。行，那就先来8斤，卖得动的话，后天我要10斤。咋样，成没成？3家都要了。那现在能带村里人一起跟着你养了吧？我正打算找你商量这事儿，就从你家和春妮娘家先开始试水。那我还成头一批带头的人了。你嘴大，只要成了，这消息传得快。你这丫头，求人办事嘴还是这么损。这不是求，是合作。行，合作就合作。这水深还行，但田埂太松了，得加草泥，还要插上竹易蜡才行。这弄下来得花不少钱吧？现在花点小钱，不然等螃蟹长大了跑了，那亏的可是大钱。我家那半亩湿田也得照这样弄吗？你的田势低，得先修排水口，防止以后积水。林婉阳，你现在真把自己当成全村的管事了？桂花沈家是自己的水称，春妮娘家是自家的田，碍着你哪条渠了？用的还不是村里的水。这类小水面属于正常排灌，根本不等于你可以个人收费。你又是来插手的？德贵，你没别的事就走吧，别耽误我家蟹搬进新屋子。反馈还不错，客人开始认莲塘甜蟹这个牌子了。钱拿着，记住了，货千万别断。10天期限到了，钱呢？这是剩下280，加上之前的520，800块刚好齐了。我陈家真缺这800块吗？这婚事可是2家长辈定下来的。钱是我爹收的，现在我还了。我没有点过头，这门亲事就不作数。满仓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钱既然还清了，这亲我们不结了。爹，别看我，我是怕你以后闹得家里不得安生。真是嘴硬心软。你敢耍我！这位同志，钱已经退清了，再动手可就是强迫。
从今天起，我不欠陈家，也不欠这门亲事。婉和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难道是你的货？不是，我的货都统一用红麻绳，这些全是黄草绳，而且明显是死蟹。送货的人说也是莲塘村的，还说你忙，特意托他代送。那个送货的人到底是谁？姓刘。刘德贵，县城唐记酒楼那桶死蟹，是不是你假冒我的名义送的？你有证据吗？再说，莲塘村的蟹又不是你林婉和一家的。德贵，你真为了点钱干这种缺德事儿？我帮村里人找销路，这也能叫错？你帮村里找销路可以，但你不能拿死蟹去砸莲塘的招牌。唐老板一旦因为这次质量问题不再收莲塘的货，以后咱们全村的蟹都别想卖出去。德贵，你这是在害我们所有人！有本事你就证明那桶货是我送的。你说的对，做事确实要讲证据。凑巧，我们还真有。昨天刘德贵收了3桶蟹，用的全是黄草绳，而婉和姐送去唐记的都是统一的红麻绳。没错，那天送那桶死蟹的人就是他。我只是看他们忙不过来，好心帮忙。那你帮忙为什么还要说是我的货？德贵，你平时嘴坏也就算了，这回你是直接坏到大伙的锅里去了。德贵，舅，我就是看他们在这儿瞎折腾，怕迟早出事。刘村长，我把话撂这儿，如果再有冒名顶替的死蟹出现，我直接不收莲塘的所有货。唐老板，这可万万不行！现在村里好几家都指着这生意挣钱呢。那就立个规矩，莲塘甜蟹以后统一用红麻绳捆扎，并登记清楚，死蟹一律不出村，冒名者赔双倍损失。你现在就赔偿唐老板的损失，再给婉和道歉。林婉和，对不住。你不是对不住我，你对不住的是这些想正经做生意养家糊口的乡亲们。哎呦，这螃蟹比我想的还要肥，真是没想到，我家这块田现在也能出蟹了。桂花婶家的个头齐，春妮家的那块再养几天更好。中秋节快到了，我想做一批中秋礼盒。礼盒？每盒装2只稻田蟹，再配一小袋你们田里的米。城里人现在特别讲究这种新鲜的说法，米就是米，这东西也能靠说法卖钱？稻田养蟹可以少打农药，蟹又会吃虫，这米完全可以包装成稻蟹米来卖。那礼盒要准备多少？先做50盒试一试，卖得动的话再加量。行，那就先订50盒。唐老板给的3成定金已经到了，桂花婶家和春妮娘家各占多少份额，我都记清楚了。先把各家的钱分下去，剩下的再留作周转资金。家里房顶也该修补修补了。修房当然可以，但账目必须分清。我是你爹，家里修个房还要跟你分得这么清楚？这钱不是我一个人的，谁缺钱都不能随便动用。我看你现在翅膀真是硬了。满仓，婉和说的对，以前家里没账，才导致什么压力都压到他一个人身上。姐，以后我娶媳妇儿的钱不用你再通过嫁人来换了。以前我不懂事，现在我知道那样会让你很难过。那你自己的那份钱先留着准备复读吧。爹，看我干啥？你不是还差3分吗？有本事就自己把那3分补回来。我会的。满仓这蟹壳总算掰开一点了。桂花婶儿，
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哑巴。放学了还不回家，又去记账。婉和姐说了，读书和挣钱哪头都不能耽误。这话现在都快成咱们村的村训了。成绩出来了，姐，快拆开看看。满仓，你那框都修反了，手抖个什么劲儿？你管我！婉和，考上了，我姐考上大学了。我就说婉和这孩子一定行。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那叫激将法，你懂个屁！省农大，水产养殖专业，正好对口。大学生林老板，以后这货你还供吗？供。唐老板，以后假期我回来，平时就由我娘和桂花神负责分级，规矩一点也不会变。这一次不是让你拿去换钱还债，是让你带着他走得更远。婉和，当初爹做错了。你不是家里的砖，也不是谁家的彩礼，你就是你自己。这句话，我整整等了1年。下一步，你还想做什么？以前他们说，我的人生只有进厂和嫁人这2条路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我自己重新修了一条。